你和我写的是我的爸爸和妈妈，他们的爱情，他们的婚姻，直到他们的故去，他们的离开，以最真实的面目呈现出来。我爸爸写了《雷雨》《日出》《北京人》《原野》，我觉得是他4部巅峰的作品。《北京人》是他这所有作品里最顶尖的吧。他的诞生实际上和我爸爸和妈妈的相遇、爱情的爆发有直接的关系。素芳她的性情，她画画写字，她静静的淡淡的忧伤，对人的一种奉献，实际上就是根据我的妈妈来写的。上世纪40年代初，在江安，我爸爸在国立剧专当教导主任，我妈妈是一个20出头的姑娘。朱自清他曾经在他的日记里写道，说她是一个 classical beauty 古典美人。我妈妈是一个，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个宅女，她就愿意自己在家里写写字了，画画画了，读读书了。我爸爸对我妈妈就是一见钟情。那个时候我爸爸是有家室的，我爸爸后来跟我谈起，他说你妈妈呀，她答应我的时候，他说我就一个人夜里在江安的小城的街上走，一边走一边哭啊，痛哭，就是一种幸福的眼泪。这本书里有一部分是非常非常珍贵的，我爸爸和妈妈相恋之后他们的情书，薄极了的纸，没有日期，没有落款，因为他们的信是秘密的，要在最小的地方能够把最浓烈的感情能够展现出来，所以只能挤得密密麻麻的小字。今夜月色好，多少天我说一同步步月，总没有做到。有一天我们必每逢好月色相携散步，补偿今日应该很容易而又很不容易做到的期望。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好好安排一下，把这段短短的生命充实丰满，使这一对灵魂都不必在天涯海角各自漂泊，让我们在临死以前还能握着手微笑，没有一个感到一丝酸心，没有一个觉得一丝幻灭。新中国成立了，我爸爸终于可以离婚了，认识10年以后，他们才终于能够结成夫妻。从50几年吧，一直到66年，应该是非常幸福的。他就成了我爸爸的秘书，在一个小书房里摆着一张书桌，两个人面对面坐着，在写作的时候会有一种交流。这里面那是我们家原来住的房子，现在已经看不见了，因为被前面加盖的房子挡住了。本来这里应该是一棵海棠树，春天的时候满树的海棠花呀，虽然面目全非吧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很亲切到这个地方。我妈妈的文笔啊其实很好的，她写《北京人》的时候，我爸爸写完一幕就寄给我妈妈，然后我妈妈用她的字把它誊清，然后会提一些她觉得的可能这样更好，那样更好。我爸爸说你提到改过的地方效果是非常好的。我爸爸改编了巴金先生的家，改编成话剧，那里边明凤的台词说，我的脸只有风吹过，太阳晒过，爸爸妈妈摸过，就再也没有别人碰过了。他说这些都是你妈妈说的。我爸爸一开始是在首都剧场看传达室，但是后来有一个日本代表团经过大马路上看见了，就回去日本的报纸上就说中国的莎士比亚在看传达室。后来我爸爸就被调到史家胡同北京人1的宿舍来看传达室，就是这间传达室一点都没有变。有过10几年的美满的生活，也有过非常黑暗的时期。那个时候他和我妈妈就都开始吃药。
吃的很多。我妈妈是1974年去世的，最难过的就是她是吃安眠药吃多了死的。我妈妈不是自杀，她只是不知道她吃多少药。在太平间见她最后一面的时候，我爸没去，我爸就在那间被阴的发霉的那个书房里，他不敢正视，他就是吃了药在那昏睡，昏睡了不知道多少天。我记得我给他写了一封10几页厚极了的信，批评他，骂他，轻视他，诱导他，鼓励他，倾尽了一个女儿所有的这种心肠吧。他后来看了那封信吧，他很被震动，他把他所有的安眠药都倒到马桶里给冲掉了。这是我妈妈画的竹子，我爸爸把它裱起来。王妻方锐，善画竹，竹如其姿，如其灵。见竹不见人，痛哉！家宝，他们2个人都在这幅画上。这是我妈妈画的，我爸爸光着脊梁，穿着一条睡裤，头发睡得翘起来，乱糟糟的。对生活，我觉得他没有什么要求，他全部的心思，我觉得都在他写作的时候，他会非常非常的细致、细腻、微妙。我觉得我写作是因为有某种遗传，我遗传到他的敏感，在我心中想到我妈妈会有很多深深埋藏的隐痛，让我迟迟没有动笔。写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觉得我的内心比过去强大了，被爱情的火点燃的这样的2个生命，他们的当年的那种光耀吧，不管后来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，我觉得是足以使他一生都会觉得幸福，觉得满足的。爸爸，每次来看你天都很好。上次来跟你说我写的那本写妈妈和你的书马上就要出了，我觉得你会满意，我觉得。